捷克新总统跳出来挑衅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步立陶宛后尘，我们怎么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国家搞好关系显得特别重要。在中国外交部门的努力下，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大国都与中国保持了良好的战略互信和互动。中国与欧盟的总体关系也基本稳定。当然，美国对这种局面并不满意，总想挑点事儿。早在2021年，立陶宛就在美方的煽动下，与台湾地区当局建立起了所谓的特殊关系。这种挑衅中国的方式也被称为立陶宛模式。我国立即进行了反制，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两国经济合作陷入冰点，成为中欧关系的一个反面案例。如果你认为立陶宛将是唯一的被杀鸡儆猴的那只鸡，可不太准确，因为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多个东欧国家都对中国有着不满情绪，无非就是认为中国没有公开反对俄罗斯。而下一个挑衅中国的国家可能还不是波罗的海国家，而是曾经对华友好的捷克。捷克新总统当选人帕维尔近日复制了特朗普时期的美台模式，也就是当选后与蔡英文进行了长达15分钟的通话，并希望亲自见面。帕维尔今年61岁，曾经担任过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支持捷克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所以此人在意识形态上可能极端的亲美反俄，又可能因为俄乌冲突而对中国严重不满。捷克过去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制后，某些政客原本就有着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他们往往还是向美国表示忠心的人物。这些政客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频频挑衅中国。2020年，时任捷克议会参院主席的维斯特切尔就窜访过台湾地区。2022年，台湾地区的立法部门负责人也访问过布拉格。中国大陆当时就批评捷克向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不过那个时候的捷克总统还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中方的反击力度也保持了一定的克制。我们必须认识到，个别欧洲国家采取这种混合性外交挑衅中国的方式将有可能变成常态。所谓混合式外交，就是这些国家虽然不与台湾地区当局建交，但是呢，又要建立所谓的特殊关系，故意配合美国挑衅中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并通过此类行动破坏中国与欧洲的合作。这些国家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希望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承诺。此外，他们还存在着非理性的民主幻想。值得注意的是，捷克跟在立陶宛之后搞事儿，有可能出现在台湾问题上东欧国家集团化挑衅中国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捷克步立陶宛的后尘，我们该如何应对？首先，我们可能会给帕维尔一个观察期，看看他在3月份正式就职后的举动，从而判断是否对中捷关系造成了冲击。屁股决定脑袋，西方的政治人物上台之前作秀是一回事儿，真的挑战中国红线又是一回事儿。所以在最近的2个月时间内，中国外交部门加强与相关的捷克政府机构、政治团队的沟通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当然不希望捷克走上立陶宛的道路，目前的主要工作还是争取。要知道，现任的意大利总理、韩国总统在上任之前都曾表达过极端的反华情绪，但上任后就归于正常了。这与中国外交部门积极做工作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事先做好应对中捷关系巨变的准备。中国反击的力度主要取决于捷克方面的具体行为。除在外交层面进行抗议和施加外，还可以采取经济制裁、外交降级等一系列措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不会惯着任何一个具有反华趋向的欧洲国家，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与中国想搞好与欧洲的关系并不矛盾。希望帕维尔的脑子能够尽快清醒，如果一意孤行，中国就只能给他好好上一课了。
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